好，伊朗天怎么降下黑雨呢？是因为美国去打伊朗的石油设施，现在就你打我油，我打你油啊，炼油厂、石油设施，所以呢，油一打完以后，大概那个黑啊都上去了哈，下黑色石油雨，你就对那个空气，你自己想想看，如果台湾下这种雨的话，那个民众的健康影响多大哈？老百姓真惨，老百姓是何辜呢？也无辜啊。那美国跟以色列空袭德黑兰5个石油设施，但是伊朗说没关系，我的汽油储备很充足，你炸的油炸就给你炸吧。问题是你就不能出口，就没有收入了哦，经济也会受到影响哈。那另外呢，到现在为止，伊朗去打荷姆兹海峡，所以呢有差不多10艘船被打，7个死亡哦。所以为什么大家都不敢动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哦，因为你到时候我打他，你敢动吗？哦。那过去只有中国船可以过，要不然就他们更改那个讯号哦，假装是中国船，或是说我上面有中国船员，这样的话还可以过，否则的话就根本不让你过，而且要打你哦。那过去24小时哦，就是这是8号了，昨天的新闻，在过8号昨天的20小时，只有1个邮轮通过哦，其他都过不去哦。那因为它最窄的水道只有33公里宽。最窄的地方哦，所以要监控33公里很对一个海峡来讲，其实很窄的啊。那另外呢，2022年7月以来，几乎是3年半以来，第一次在这个周末油价为什么今天台北股市跌那么多？因为周末突然油价就飙了。上个礼拜我们还说没什么关系啊，60几升到70几啊，80几啊，砰，超过100块了哦，还这个涨20%，几乎到111了哦。所以当时有人说如果说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了1个月，油价会到130，大家想说1个月大概不会搞那么久吧？现在不到10天，已经到了111了，哦，所以不知道会怎么样哦。那不过川普说这个是微小代价，没给他微小代价，为了长远的利益牺牲这么小，飙涨油价也值得。只有傻瓜才会反对，把伊朗把它干掉，让他的核武不会对全世界威胁，这是件好事啊。大家多付点油钱算什么呢？对不对？有什么了不起呢？哦，所以呢，只有我是聪明的，你们都傻瓜哦。这股市啊，什么都傻瓜嘛。所以呢，只有傻瓜才会反对，蠢人才会有不同的看法。我是聪明人，我们 smart 人啊。另外，美国能源部长也说，忍耐几周就好了啦。哦，那网友就说，政客的话能信吗？忍耐，哎，有很多时候忍耐是度日如年呢。你认为他叫他忍耐，没有什么关系啊。就像以前当兵大概2年3年，每天数馒头，没关系的，2年咬牙，2年在人生中不过很短的，咬就过了。可是当事人的很辛苦啊，过日子过得很辛苦啊。哦，就算你讲说你节食哈，1天没关系，你1个礼拜不要吃饭好了，对不对？1个礼拜不吃饭什么了不起的？你看看了不起，当事人很辛苦啊。哦，那 Financial Times 金融时报说，川普没有多少选项能够抑制油价飙涨。你库存油拿出来，或是你什么？当时他财政部长说用期货来操控期货，他才讲2天，油价涨这样的，你期货有操控吗？有可能吗？哦，所以呢，今天日经也重挫，韩股熔断，哦，台股也跌很多。我们看一下，轰的一声，火焰如闪电一般沿着排水系统烧成一条火龙，目击民众拔腿狂奔。原来是因为德黑兰最大的沙赫兰油库被攻击后，外泄的燃料流入水沟，导致火舌一路蔓延。天亮以后，场面更惊人。It's an absolutely apocalyptic scene here. We've just made it to the Shahran oil depot, which was attacked last night. 油库爆炸燃烧引发的浓烟，不仅导致德黑兰天空一片黑漆漆，甚至降下黑雨。But I want to show you something else because it's also raining, but you can see that the rain water is actually black, also saturated, it appears with oil. 但以色列除了开始打击油库之外，也还在继续追杀伊朗剩下的高官。כעת ניתן לומר כי בתקיפה עוצמתית השמדנו את מטה חיל האוויר של משמרות המהפכה. 最新又摧毁伊朗革命卫队的空军总部，歼灭空军前指挥官哈吉扎德和他的多名助手。最近才刚被任命的伊朗最高领袖军事办公室主任巴拜安也证实死于另一场空袭。
不过以色列也3不5时遭到伊朗反击射弹，甚至发现伊朗疑似动用了集束弹药。 מה שניתן לדבר כרגע, אנחנו בריבוי זירות. כנראה מדובר בטיל מצרר ככה שיש ריבוי זירות, אבל 一名以色列民众因此重伤送医。随着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行动来到第2个礼拜，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仍不排除派遣特种部队进入伊朗，目标是为了夺取一批接近武器等级的浓缩铀库存。去看。 邵大哥刚刚一直很担心的在说，这个伊朗这个民众很惨。实际上，这个仗如果再持续的打下去，对台湾伤害也会很大。你看今天那股市大跌，一开始开盘跌了超过2000点，油价再这样涨，再这样继续再持续下去，你看到的新闻什么？开始都在炸的都是石油这个设施跟这个油库。那显然海峡又被封锁，那看起来那个油会一直涨。我们本来昨天是要涨那个油价本来是要涨多少？本来是要涨涨3.2，对不对？砍的变成1.5。 那个中油去年已经所有国营事业亏损最严重了，这事情再持续下去，你要拿人民多少钱又去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哈。好，那我们整体来分析整个这个国际这个情势。川普显然一开始要打这个斩首战跟这个闪电战，显然看起来是失败了，看起来已经变成一个持续的一个战争了。现在国际的专家现在就分析都发现，川普美国没有准备好。 所以他在上个礼拜，他开始召集什么各地的那个情报专家，整个都要回来，重新都要再检讨了。然后炮火啦，一些飞弹，一直要增延到这个以色列去，甚至连第3的这个航母战斗群整个都进去了。一开始准备是有问题的，所以现在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持续战啊。所以包括立法院，我听说立法院本来有个团，最近要去沙特阿拉伯的，通通取消了，现在都取消了，显然就是一个长久的战争。特别今天这个发展非常重要哦。 哈米尼他的第二儿子这个接任，这个代表什么？一个86岁的被炸死了，来了一个56岁的，而且更鹰派的哦。他儿子是比他老爸还更鹰派的，那显示了2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了。第一个，本来这个川普动的时候，他本来是希望什么？内部整个伊朗内部开始出现变化嘛，对不对？结果看起来没有啊。虽然有很多的示威这个游行，他的强硬派跟妥协派之间看起来强硬派还是占了这个优势的。第二个，他透过他的专家会议，88个资深这个教士，他就选了一个川普最不喜欢的人。 就表示是硬干到底了嘛？就说你最讨厌谁，我就是跟你硬干到底。所以第一个，它是一个持续战；第二个，伊朗是一个有实力的国家。它不是领土非常广阔，不是那个委内瑞拉说像一下子你斩首完之后，整个石油你就控制了，没有哦。 它还是个神权的这个国家，全世界军力排行第8名所以现在已经有人在讨论了，说川普你到底算好了没有？现在有报道说什么，连那个无人机他都不够，搞不好反而要去乌克兰、去其他国家要去抢这样无人机，然后反而是伊朗，因为他长久就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两边这耗下去，谁的这个口袋比较深啊？这可能都是一个大的问题哦。那当然回过头来，我们最要担心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的油价再这样继续涨下去，我们碰到2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我们天然气的这个只能安全存量只有11天，今天已经进入到第10天了。 本来川普说要打多久？1个礼拜，对不对？后来说打4个礼拜，我看现在也不准了。现在很多人说搞不好打半年，大家记得吗？乌克兰这个本来说打几天，10天是不是？已经打了4年了。所以台湾现在可能要好好去注意，就是整个天然气，既然民进党这个整个错误的这个能源政策造成我们可能要断气，那是不是利用这个机会赶快好好去检讨一下？现在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抢什么天然气，你去跟日本要，去跟什么南韩要。 老实讲，经济部讲的真的是非常离谱了。你反而这时候好好回来检讨你的整个这个错误的这个经济能源政策，然后赶快怎么安然度过这个难关。特别是物价，我要提醒一下，油涨的时候就是物价了，怎么稳定物价，就是政府这个当务之急。今天有一个传出了很多传说，人家问我到底是不是真的了，就是没有天然气，现在很多是那个热水器是烧瓦斯的嘛。 家里啊，或是很多小店啊，是那种罐装桶装瓦斯，桶装的那个，会不会没有天然气，这都没有了？对啊，我想一想，如果真的没有天然气，也可能没有啊，但是对民生影响很大嘛。很多小吃店、餐厅都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台电应该或者中油台电应该民生供给的应该优先供给，不应该去断人家。真的要断，他可能要先断台电的，先把那个台电的天然气发电那边先断，然后。 天然气应该让民生来用才对。他目前是这样打算的，应该是这样，所以他们那个经济部长才会说，不行的话，他要全面燃煤嘛。就乡下地方现在洗澡什么那个炒菜那个都还是用那个桶装瓦斯。只是你全面燃煤，你新的问题又出来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就像那个时候，他要涨电价，像民生比较涨得比较少嘛，商业工业涨得比较多嘛，一样的道理。
所以呢，大家现在已经开始担心了。所以你天然气储存只有冬天这个不到2个礼拜，夏天7天，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怎么办呢？哦，所以我觉得经济部应该出来保证民生绝对一定是供给到最后。那他要改成别的这个发电方式，但是就像永平讲的，你燃煤有其他的问题出来了，卢秀燕就很紧张啊。对不对？他台中那个中火三对不对？中火那个火力发电本来好不容易把它降低了，现在要提高啊！哦，黄委员会紧张啊，怎么办呢？哦，这中部来讲，那个肺癌啊、肺腺癌啊、空气污染啊、过敏性鼻炎一大堆，气喘都会出来了。所以这东西就是你解决一个问题，你可能就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哇，今天台股开盘跌很重啊！台积电最多的时候跌了得了120块啊，那所以呢，后来是跌破1800一股了啊。大盘呢，这个惨跌开始的时候哈，2000点创史上最惨的杀盘。你看看，那么伊朗那个地方搞到台湾这边哦，这个川普一个决定，不但美股重挫，台股也重挫，韩股熔断，日本也跌很多哦。而且呢，这个油价上涨，新台币贬超过2角，哦，最低的时候到了31.9，几乎要到32块了哈。那另外呢，油价狂飙到114美元，经济部长说断气是不可能的，台股要回归基本面，断气不可能，那到时候如果你没有了，你怎么办呢？告诉我们方法是什么啊？就是你怎么办？哦，到时候没有了哦。好不好？我就讲嘛，有的总是民生优先了哈，不要让民生洗澡也不能洗，做饭也不能做哈。那另外呢，这个国家队哦，说有去输血了哈，因为当然除了这个国安基金外，还有很多公营行库啊、公营基金啊，什么都可以去了哈。如果不是这样，可能更惨哦。所以今天呢，台积电啊、联发科啊、等等呢，这个被去投资了啊，去政府的跟政府有关的这个钱有加进去了哈。我们看这些股票啊，8大公股上个礼拜买超，哦，投信上礼拜买超，你看还是8大公股买超比投信多很多了啊，八大行库啊。那另外呢，国安基金也喊话说，必要的时候开会讨论要不要再度进场。之前搞了那么久，国安基金就好不容易说看台股还是这样收了，现在看来是不是要再进场啊？那另外呢，这个国安基金说。AI 的基本面好，那网络就酸，那时候没有电怎么 AI 呢？没有电 AI 怎么办？AI 就需要很多电呢，哦，所以呢，最后呢，还从2000点还好了，这个跌幅收敛啊，最后呢是收盘跌了1489点，台积电最多跌120块，现在收这个跌80块，守住了1800的这个关卡哈。那另外呢，这个专家说。能源依赖进口，这是我们最大的这个弱点啦啊，所以呢，电价压力又会起来了啊。那专家说，台湾经济最坏的状况就是美国陷入停滞性通膨，就是 stagnation 啊。然后呢 ，AI 需求没有那么，已经通膨了，物价高了，干嘛还要 AI 呢？就降低了，那就会让台湾经济负成长。台湾。哇，这个我看今天这个政府说我们第一季外销这个增加多少，这个 AI 增加多少，那万一美国需求降了以后，那你就这个行业就没有那么景气了嘛，哦，麻烦就在这里。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看美国的经济，但是美国油价这样涨啊等等，会影响到美国的啊，所以呢，这个现在全世界几乎都是联动，一个地方出事，其他地方都会出事的。我们看一下。台股上演大怒神，9号开盘跳空下跌，盘中一度大跌2070点，创下盘中史上的第2大跌点。护国神山台积电一度下跌120元，来到1770元。台达电甚至一度逼近跌停，下跌125元，来到1195元。联发科盘中也跌了155元，股价1610元。跟美伊战争引爆这个油价突然在周6日之后突然出现大涨。
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国际油价每桶冲破$100，亚股全面大逃杀，日股一度重挫4000点，韩股也有8% 的跌幅，在4个交易日内第2度触发熔断。记忆体散热相关类股也是一片绿油油，南亚科开盘就跌停，奇宏、双虹、华邦电、群联在盘中也一度来到跌停板。经济部临时召开紧急记者会，股市最主要还是终究要反映基本面啊。那台湾的基本面是非常非常好。那我想1月份的数据出来，大家都知道，我们出口成长的幅度将近70%啊。那外销订单事实上也成长了60%。不过，油电燃气族群再度逆势上涨，指数上周大涨超过12%。新天然、新高、山隆在周一开盘再度锁住涨停板。塑胶族群、中石化、台塑化、台聚也都有上涨趋势。分析师认为，在美伊战争全面停战以及荷姆斯海峡恢复畅通运输前，台股都还会持续上下震荡。来，四宝兄。这个台股今天是很惨的啦，史上第2大跌幅，一开盘就跌了2000多点哦。那今天早上主席长有来看我，例行性的啦，要开议之前呢，这个部会首长在相关委员会都看委员嘛。这个很自豪的讲啊，这个去年我们的 GDP 成长8点多%，今年预估7点多%，台湾的非常亮丽，所以这个就是经济部长为什么去讲这个话的原因呐，有这个底气。可是不要忘了。整个经济当然是看未来，不是看过去。看过去啊，那现在来讲都是我们的基础，都是说一切都没有变啊。美国的需求还是这么高 ，AI 的需求这么高，出口这么旺，所以我们的 GDP 今年会超过7%。但是现在整个就不一样了，因为燃料这个油价成本一提高，上升到你刚刚提到的110、130，甚至已经有人预估说，如果打下去，会不会油价到200？这个有很悲观的去提到这个东西。那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各位，你所有的这个成本都上升哦，所有的成本都上升。比如说现在来讲的话，以台积电来讲，它不获利来说的话，今年预估是超过100块的。可能120什么之类的。可是如果你的电供应有问题，因为有问题嘛，电有问题。刚才又提到说，那电应该以民生为优先，那企业就放后面了，那会不会影响企业？那一定就影响到 GDP 啦。怎么不会？而且美国的就业人口，非农的就业人口，它是少了差不多快10万人，它少了9.2万人。所以你整个数字来看，全世界来说的话，我们都是联动的。那我们最大市场去年对美国输出2000亿美金，赚1500亿美金，美国就变成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那美国现在市场已经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不要忘了哦，刚才永平提到了，它一天烧掉8.9亿美金，如果在9个月的话，我就给他算过就2000多亿美金呢。那2000多亿美金，不要忘了，它关税还要退1500亿美金呢，这加起来就4000亿美金呢。这个川普他个莫内修啊，你马上面临的经济，其实美国人最在乎的是经济问题。他也知道美国的美军很强大，其实真的派出到国外去的话，死的人没有很多，可是对他们都是很多了，一条人命都很重要了啊！你看伊朗已经死多少人了？美国死了7个人，还现在我加一个0，我相信就哇啦哇啦叫了啊！但是他们在乎的还是他们的经济生活，所以整个都影响。最后一点我要强调的一个东西是，大家觉得说啊，台湾的金融股去年赚了好多钱呐。我在立法院咨询的时候，哇，每一家金控就8大公股行库啊，每一家大赚钱。结果现在呢，在中东，它的曝险有多少？2.35兆2.35兆，我讲一下哦。保险业曝险就是我在那里投资的，在沙地阿拉伯、在阿联、在卡达1.76兆。银行业的曝险5800多亿，在阿联、在沙地阿拉伯，证券2点多兆，加起来2.35兆。这曝险什么意思？曝险就是那边在动乱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些钱呢，可能是你去投资，刚刚讲的保险业啦、银行业啦。曝险的意思就是它有可能没有啊。那这个来讲，对我们的银行业就冲击就很大，所以你会发现到，你会觉得说，照理讲金控赚钱赚这么多，如果以过去来讲的话这么好啊，怎么会它还是股市跌得惨兮兮？为什么这个样子？就是因为这里有相当大
的一个凸显的东西。那经济部长讲的说一切基本面都安好，但是不要忘了这个有的问题。那好，那他说可能要全面烧煤。煤有安全存量啊，不是煤是无限制的啊。我们煤有人说它最多就是1个月啊，有人说2个月，最多1个月，最多2个月。那不管1个月或者2个月，如果它达到9月份，煤也没有了，这个东西台湾怎么办呢？讲到这个烧煤的问题啊，我真的很感慨哦，因为建豪坐在这边，我去台中看卢秀燕市长的时候，他的办公室在那个市政府很高的楼层。他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永平，你赶快来看我们的天空。他把我拉去看，他好自豪哦，那个窗户，他说你看看我们哦，我拼到这样子哦，蓝天白云呐，空气变这么清新。那卢市长的骄傲有没有道理呢？真的很有道理啊，因为在他没有对那个中火下这个大重手之前。我开车只要往中南部走，我只要过到这台中往嘉义走，那个整个连在车里头，我开那个密闭式的循环，就是没有太多外部空气，都臭到哈！我当时心情好坏，我想说，哇，我们在北部都不知道中南部的那个空气污染啊，火力发电的空气污染又烧煤，对他们的影响是这么严重，那我必须要想。今天的台湾，尤其在中部，已经有很好的首长，把中火做了很好的管控，已经把煤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难道这个噩梦又要再重演吗？那这个噩梦重演还不止，刚才赖委员又讲了一个新的，我本来还没想到的恐惧，就是你天然气储备不够，你连煤的储备都不够啊。那这个问题说实在的，只有台湾是这样吗？那当然你说日本的那个石油储备的天数比较长，可是呢，高市早苗他要跑去跟川普见面，难道他不会去抱怨吗？他的股市，我们今天在讲台股有跌多惨，今天日股也跌非常惨啊，而且日股是连续跌了这么惨，所以你从这种问题来说，各种人大概都要去对川普施压，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石油这样上涨，我们在讲台湾哦，我们还说我们大众运输系统很好，大家呢油贵了，那我尤其北部的朋友，我们就改坐捷运，我们就改搭公车。美国人没得选择哎，他们没有捷运，然后呢，他们连公车都没有哎。随便的一个很简单的地方哦，它的公车可能2小时才一班，1小时才一班的情况下，你每个人都要开车，所以你开车的情况下，你的那个油稍微涨一点，在现在美国已经所有的食物尤其他们打击非法移民，导致它的连水果都大幅的上涨，连鸡蛋都大幅的上涨，牛奶都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它现在油在上涨，美国人也受不了。所以综合来讲我认为川普他对经济的问题，美国股市如果下跌，美国的通膨如果上来，美国的民众如果非常受苦，加上其中选举压力，我觉得川普恐怕没办法撑很久。就是说，美国油价涨这么多，对老美来讲，油价是不得了的事不得了事啊，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除了纽约有一些室内的地下铁，他们没有那种像我们那种什么高速铁路啦，什么没有这些东西啊，他都靠汽车啊。油价一涨就通货膨胀，物价就涨。那期中选举马上到了，股市也跟着跌，川普怎么受得了？川普最重视这个，他嘴巴虽然讲说只有蠢人才会注意，那才会在意只有蠢人才会看近不看远。我是看远的我们将来把伊朗干掉多好的呢？但是我也认为这个仗打不了太久的。你看好了，川普的个性，他能够忍耐多久？再搞下去他也垮了，他能够自己垮吗？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就看嘛，看他能够撑多久。他原来是说短的话可能几天长的话几个礼拜但是我认为呢，他以为就像打委内瑞拉很快打了一下子斩首以后，老百姓一下抗暴就结束了，没想到会拖这么久啊。那现在是看川普自己要怎么下台了看他怎么样。他现在已经讲了，我特种部队去啊，把铀矿拿一拿就算好了，这是一种方法了。他特种部队如果进去，是人挡不住他的了。铀矿弄一下，就把铀矿毁了，就解决了。他一定会替自己找个下台阶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